然后天罡还是在我那期太阳的视频里，就是在这块问说，因为我在那里面提到说，这个太阳光子，假设它从太阳的这个中心生成了一个光子，要走17万年，10到17万年才能够走到太阳的表面，然后从太阳的表面再到地球，大概就用8分钟时间。这个天罡在这块问说，我这个17万年这个公式是这个数值是怎么得出来的？其实呢，就是一个布朗运动。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在1905年的时候发表了好像5篇论文吧，那其中有一篇是讲这个光电效应，就是这篇论文让爱因斯坦得了这个诺贝尔这个物理学奖。但是呢，他实际上真正的就是让爱因斯坦这个一举成名的，这5篇论文里的另一篇是讲这个讲这个什么的，讲这个狭义相对论的。但是因为诺贝尔奖评奖的时候，狭义相对论还没得到证实，所以又想给爱因斯坦发奖。爱因斯坦又很好的解释了这个光电效应这件事儿，所以呢，发奖的名目是这个光电效应，但讲的人是爱因斯坦，实际上是这么回事。这是5篇论文里的第2篇。那5篇论文里的第3篇呢，就是讲这个布朗运动。实际上，布朗运动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粒子吧，它在周围一堆粒子中运动的时候，它会发生随机碰撞，然后最后到离开这一堆粒子的时候，大概会走一个怎样的过程？这一块就是相当于就是17、18世纪大家发现，就是说花粉掉到这个水里的时候，这个花粉会不停的在移动，实际上那就是因为有这个分子在不停的撞击这个热运动的分子在不停的撞击花粉颗粒，然后造成花粉的这个移动。那光子从太阳系的中心出发到太阳系的表面，这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布朗运动的计算过程。整个计算过程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复杂，但是我用语言来描述的话，基本上就很难给它描述清楚。关于这一块的话，就是那个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油管上面有这个李永乐老师那期视频嘛，它里面专门有一期讲用布朗运动的方法来计算这个光子从太阳的核心到太阳表面这个时间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这么一个视频，大家可以自己在油管上去查，能查到。他用黑板上在那块写公式什么的，讲的我觉得是比较清楚的。只不过他的结论是500万年，我这块给大家讲的呢是10万年到17万年。这里面差在哪儿了呢？实际上是差在了我们对这个光子的这个在太阳内部的这个自由程的这个定义不太同，它定义的那个自由程更短，所以的话它的这个时间就更长。我们这儿我拿到的这个看到的资料，它把这个光子的这个在太阳内部运动的自由程变长了，所以它的这个时间就短一些。这是一点差别。然后我简单描述一下大概是什么概念，就是假设一个光子从太阳中心出发，然后开始运动一个距离，假设它是 L， 然后碰到了比方说另一个粒子，这个时候这个光子会被这个粒子吸收或者把它散射掉，然后或者如果要是被吸收了，这个粒子会再发出一个光子，这也是一种相当于就等于改变了，有点像小球碰撞了一下，然后改变了运动方向，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啊，不是正碰啊，就是说邦击一下改变了方向。所以就是说它每运动一个距离，平均来算啊，运动多大距离会碰上一个粒子，那这就叫平均自由程。运动这儿，然后改变。假设的话，撞到就是说从初始位置到运动 L， 撞上了第一个粒子，然后改变它的，因为它改变方向可能是各个方向，所以的话，统计学的角度，它应该就是成直角，这就是统计学的，就是向上运动，比如向上运动，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光子，还有一个粒子在这儿，它会再运动一个 L 来这个碰撞了这个上面那个粒子。那整个这2次碰撞里，它这个所经历的时间，假设这个原来这个光子运动速度是 c， 那就时间就应该是什么呢？就应该是这个 L 除以 c
对吧？这一段路程走的是 L 除以 C， 这一段路程走的也是 L 除以 C， 所以的话，它总共的用时是2倍的 L 除以 C， 对吧？然后呢，走的总距离和它出发点的时候相距的距离应该是根号2倍的 L 除以 C， 大概是这样。然后就把它整个这样推算过去，整个这个描述过程就是理解起来这样比较简单。但是整个的这个推算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刘永乐老师的那期视频，讲的应该还是很清楚的。